先生身子还未大好，就不能多休息几日吗？还有许多正事没做完，等不得。先生，白果寺那边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布置好了，是时候进宫了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死在白果寺后山？尸身看起来像是死了好几日了。寺中僧人清理杂草时发现的，立马就报了官。但是周围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人，身份可都核对过了，确定是逆党吗？之前我们抓的逆党招出了不少东西，包括他们同党的长相。哎，方才那些尸体，我们都跟画像上对过了，确实是逆党。而且身上带着平南王徽记玉佩的那个，就是龚宜城。我们刑部立了大功。尸身周围散落大量银票，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分赃不均互殴而死，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有蹊跷。哎，对，来看看这个，这就是在那个龚宜城身上藏着的，上面记录的都是逆党在京城附近的据点。这几书的确与我们查到的相同，但刑部正在追查逆党，马上就有尸身送上门来，倒像是有人故意让我们发现一样。还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我们只要按图去查，有什么蹊跷不就都明白了吗？哦，对了，你原不是京城人士，或许不知道，此地就是20年前葬身平南王刀下的300忠魂的碑林。早些年还有人来祭拜，现在你看都已经荒芜了，只有寺中的僧人偶尔过来除除草。我们还是速速回去吧，这里邪门，大白天的都瘆得慌。到底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乱臣贼子，竟如此落网，真是天佑我大钱！好，若是能将这地图上的据点尽数拔除，则平南王再无可乘之计。圣上，此次张大人办案时间不长，却取得如此成果，可见其能力。况且，逆党之案，还需张大人继续效力，不如以此次之功加以表彰。说得对，朕现在就下旨，升任张卿为五品清吏司主事。多谢圣上。可惜啊，此番得到的只是京城附近据点的消息。若能活捉这龚宜城，必能拷问出更多的逆党下落。倘若可活捉此人，自然是好。可如今此人死了，也未必派不上用场。谢大人有何高见？方才顾大人不说，谢某还没深想。但顾大人一说，谢某突然有个主意，只不过有些刑险。什么主意？龚宜城已死的消息，只有朝廷和官府知道。如果我们假称龚宜城他并没有死，只是被朝廷抓住，正在严刑审问，他们怕机密泄露，定会派人来营救。届时，我们只需派人埋伏，便可一网打尽。或者，我们可以更行险一些。更行险一些又如何？不知顾大人可听闻过杜君山人的名号？谢少师说的可是平南王身边那位头号谋士？不错，之前朝廷抓获过一些逆党，几番审问之下，提到过那杜君山人，都说此人神秘莫测，极少现身，除却平南王和他身边几个心腹，其余逆党皆未见过此人一面。
所以臣想，若我们派一个人在监狱之中假扮杜君山人，等逆党前来营救公一城之际，随他们一同离京，那岂不是可以找到更多据点？谢卿此计甚妙啊！奇诡刁钻，令逆党无处遁形。可这假扮之人深入敌营，极为危险，又要洞察人心，能够掌握局面，绝非易事。若论智计，唯谢少师堪当此任，理当首推。然谢少师声名显赫，朝野内外皆知其名。若要假称，恐多费周折，引人怀疑。老臣心中倒有个人选，此人精研过逆党的卷宗，了解颇多，也许堪用。老尚书指的是何人啊？便是张遮。臣愿领此任。今日忽然提出让你借计假扮那杜君山人，事先也没有跟你商量，你心里可介意？谢少师今日会说什么，谁都无法预料，自然也无法事先商量，一切只能随机应变罢了。若能趁此机会查清一切，也是好事。学生万没有什么介意的。学生只是在想，他为何会提出此计。本来按照你的计划，借刑部之手揽下公一城之死，然后再顺势跟着王爷那边派来营救的人一路跟到通州的据点，这样我们既可以除掉王爷的人，又可以顺势在朝廷那边领受一份功绩，哎，再拿着燕后爷这边的书信去收服通州军营的人手。现如今可好，这张遮在中间横插这么一杠子，怕是要坏事儿啊。这位谢少师啊，看着与世无争，心思却重得很，城府委实有些深。我也看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些什么，只是这一回要偏劳你了。学生分内之事，何来偏劳一说？老师言重了。得你张遮，乃刑部和朝廷之幸啊。要不然，我们趁乱把他给……不可。为什么？你若再放任此人行事，必然是个威胁，后患无穷的。此计是我出，日后沈郎必会让我掌控全局。且这张遮是朝廷命官，若是一无所获还殒命其中，那我恐怕只会担责且招来非议。暂且缓一缓吧，看看他潜入其中到底能发现什么。不对呀，你放任个变数不去处理，这不是你谢居安风格啊。不是你倒是继续说呀，你别说一半藏一半啊！你现在需要我做什么，你倒是给我个交代啊！你可看清楚了，当真是黄钱？千真万确，他们现在就落脚在城南那家青楼。我暗中跟着黄钱进去探查了一番，听说他们一行人包下了好几间房，来的人绝不在少数。这个黄钱是王爷安排在那位身边的护卫，平素是绝对不会离开金陵的。这个时候来到了京城，除非他也来了。我倒是正愁怎么把宫一城被困牢中的消息放出去，他倒是送上门来了。公子倒是好睡，这都快入夜了。剑叔，备车，出门一趟。是。还不是昨晚你太厉害了，小没良心。那要不我们先去吃点东西？怎么吃呢？讨厌。
老黄，你不会敲门的吗？哎，等我。丁飞公子，王爷让咱们上京是执行任务的，你成日在这胡闹，成什么样子？怎么就胡闹了？这是正经事儿。再说了，外面的事儿你们不会做啊？什么事都让老子亲自去做，带你们来干嘛？当饭桶啊？王爷有令。哎，打住啊！别天天左一个王爷右一个王爷的，这套对我不管用啊！行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。不走啊？行。哼，我走。别动我啊！我告诉你，别动我，别动。哎呦，先生，咱们好歹都是老相识了，何苦每次见面都这么，动刀动枪的，是吧？多伤感情。过来。哎。嗯。不过你这样的朝廷大员来这乌烟瘴气之地，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为什么来京城？这不是我想来的，是王爷看你久久没有进展，怕你叛变了，他非让我来京城探探你的虚实，说你要是真的叛变了，就让我当众拆穿你的身份。我当年就跟你说过，薛定飞只会有一个。倘若我的身份被拆穿，你觉得你能活多久？那太对了。我是你的替身，自然是向着您的呀。王爷如今年纪大了，这脑子不好，身子不济了。我这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，还指望着您呢。少在这里跟我虚与委蛇。哎，王爷若想揭穿我，写封信给朝廷便是，还需要派你千里迢迢来找我。我自然是不中用嘛。不过，王爷眼下最操心的还是通州的要塞之地。哦，对了，王爷还给了我半封信。说是能要了燕梦的命。信呢？啊，丢了。简书。哎，别！哎，江姑娘，闲言少叙，你这么晚来找我，可是燕陵那边出了什么事？是啊。今夜我下职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个人在信文门口鬼鬼祟祟的，我便出手将他拿了。这一问才知道，他是平南王一党宫宜城的部下。宫宜城？他不是？既是逆党，你应带回信武卫处置才是，为何来寻我？是啊，理应如此的。可是我一问，这人跟我说，他手里有那下半封燕家跟平南王勾结的信件。信拿到了吗？没有，这人就是来踩点的，身上什么都没带。人在哪？带我去看看。大人怎么才回来？那歹人动静不小，只怕让旁人听到，那就不好了。见过姑娘。娘娘，这儿没你事儿，先回去吧。好。人你来审，弄清楚信的下落，还有他们的计划。好嘞。老子知道都已经交代了，信也不在我这儿，你还想怎样？你们在京城虽分开行动，但是必然有联系。两件事，第一，
你的同党都在那儿。第二，那封信的下落在哪儿？说清楚了，我一定保你活命。说不明白，县委有的是办法让你张嘴。我就是一个喽啰，其他的我也不知道。他们只叫我去新武卫衙门踩点，然后把打听到的消息放到白果寺街头，别的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若只给你派了打听消息的任务，何须同你说起信件？事到如今还想这样撒谎，就不怕死吗？你还不老实交代！大人饶命，饶命！小的说，这事是真不怪我呀。哎呀，王爷他是既不信你，他也不信龚一成，当时给龚一成的信就只有上半封。这不是事情久久没有进展，所以才把我推出来了吗？我知道你要护严家，所以我根本不敢拿这封信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把这封信给别人了。我这不是寻思着眼不见心不烦，就算真的出错了，也不会怪到我的头上吧？但是我没想到拿下那人原是龚一成的部下，根本不听我安排，估计想着拿那东西去投奔龚一成立功呢，所以半道就跑了。你倒是挺机灵，可你要知道，如果王爷知道此事，你得死多少次？先生，我这几天真的快要吓死了，跟黄钱的事半个字都没敢提。先生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只要能保住我这颗脑袋，让我干什么都成。小儿与兄弟们本想来京城找龚云先生，然后将严家的信交给薛国公的，可是入了京之后，却联系不上龚云先生，这没办法把信交给薛国公。我们又人生地不熟的，怕贸然行动会惹出什么祸来，只好分开行动。所以就有小人去打探薛国公的动向，之后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将信件交上去。若你所言不虚，那么信应该还在你兄弟们手上。只要你告诉他们，已打探清楚薛国公动向，他们便会把信给你，是吗？姑娘问你话，那是也不是啊？是。那就好办了。周大人，你想按照我说的，让他写下信来，今夜送去白果寺，切勿打草惊蛇。不行啊！这玩意儿上面知道了，小人的命不保啊！姑娘，要不你还是回避一下？哎，姑娘，请您过目。小心些，若有什么变故，即刻来将府寻我。周大人，你之前上报给定国公那些关于燕家之事，无关痛痒，报也就报了，但这封信不行。明白。周大人，咱们这究竟是抓谁啊？这都连着蹲了2日了，莫不是有什么大案？不该问的事少问，都是上边的安排。这要是有所泄露，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周大人，这人怎么办？找个僻静的地儿，杀了。这么开心呢？小人命贱，本不值得大人动怒，只是大人取走的那一份，乃是白纸一张。若今日小人身死，我手里的东西，大人只怕再也看不到。
他们是怎么识破的？是因起先那个逆党写下的书信，那书信里并未加上他们的徽记。拿着信的人明知道这就是个局，但这帮子人盘桓在京城已久，迟迟联系不上龚一成，竟然生出了谋财的心思。他们要多少？5万200银，要银票。3日之后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信。若我们不买，他们这是打算敲定国公的竹杠。这帮逆党，简直狮子大开口。此事就怪我，没能早点识破这些歹人的奸计。现在可倒好，被他们牵着鼻子走，反而不好办了。唐儿，你拿了这把焦鞍去幽篁馆卖了。琴也要卖了吗？姑娘不准备留着做纪念了。往后的事，待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。记住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去幽篁馆卖掉刺青，明白吗？嗯。是薛定飞那儿有信的消息了吗？这信倒是没着落，不过这琴倒是来了一把。怎么回事？是江家的丫鬟拿过来变卖的，我看就是你把人家给吓着，不愿意再跟你学起了。这把琴是燕玲送他的，就算他是小性子，也不可能随意拿来变卖，定是出了什么事儿。这平时他的消息你不是最清楚吗？怎么，那一夜之后什么都不跟你讲了？你一贯是智计无双，怎么如今被一个小姑娘牵着鼻子走啊？哎，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和尤芳英相熟，去打听一二。若他真的着急用钱，定会动用严谨的账。我的谢少师，您这是求我办事呢？若你不愿，那另外几把琴的钱，愿意。你我之间哪有什么愿不愿意？走了。哎，不行，姑娘说了，这是我们的账册，外人是万万看不得的。你这话说的也太没有良心了吧？做生意是谁教你的？人没治那边的严警谁帮你们盯着的？现在我成外人了，这门给我看一下。这，除了姑娘以外的都是外人。吕老板，方莹很感激你，可是受人之命，重人之托。今日若是让你看了账本，那来日若是有人让我对吕老板不利，方莹该当如何？我说一句，你8句顶我，还说你傻，我看就你最精。哎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江府这次拿出来不少东西低价变卖，就连燕林送给他的琴都拿出了卖了。我只恐江姑娘这次算是真遇上什么难事了，又不好同咱们开口。我知道你是真心关心她，但我与谢薇又何尝不是呢？这样，账本我可以不看，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她到底怎么了？父亲，女儿前几日托您的事可有结果了？那几箱东西啊，贵重是够贵重了，只是咱们对当的太过着急，难免被别人趁机压价。不过还好，是25000两，都在这儿了。竟有这么多？燕林这孩子，这些年来对你用的心思可见一斑呐。如果不是造化弄人，你们俩现在都成亲了。女儿对燕玲始终只有朋友之意，只盼着这些银子能够真正帮上她吧。今天一大早，江二姑娘就去了牢里，从尤芳英手中的严警账上提走了2万两。听说神情还十分的冷凝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从几个古玩字画店的朋友那儿打听到，江家
近几日拿出来对当的东西，差不多有2、3万两。他急于用钱，还不惜卖情。先生，您就不要再为了别人劳心耗神了，行吗？只一个薛定飞，一个朝廷的剿匪之计就足够令您费心了。那江姑娘她也不领受，您何苦？先生，怎么样？偷信之人还未找到。我说另外一桩。哦，这几日江姑娘和周银之频繁见面，仿佛在密谈些什么。刀琴、剑叔，你们俩盯紧江府跟周银之，尤其是周银之。宁儿想做些什么，必会透过他的手。是。是。这里面是5万两银票。今夜你去交款之时，一来要低调行事。如今燕家被判了流放，若此事闹大，搞不好要重审，定个杀头之罪。二来，拿到信件之后，一定要详细检查。若他们交的是封拓本，立刻将人压下，向我来禀。你要记住，信上的内容绝不能再让旁人知晓。是，这我知道。这些是给你和你的兄弟们的。我知你办事不易，今日此等大事，还要劳你更加费心。那就先谢过姑娘了。哎，那今天晚上这事成之后，那些歹人的下落还要继续盯着吗？你只管做我交代你的事，后面的事我自有安排。好。给你，查查。周大人，就这么让他们拿着钱走了？别那么多废话，赶紧回去复命。不是我说呀，这京城里的人到底是富贵啊，5万两说拿就拿，那不正好？咱们下山喝酒去，走。哥，救救我呀！你们什么人啊？想干什么？我家先生有话要问你们，随我走一趟吧。回先生，已经详细审问过了，这几人来路可不小啊，正是到了定飞公子手里书信那帮人。那信呢？我们上上下下都搜查过了，什么信函都没有，反倒是搜出了这些银票。那逆党头子说，信交给了姓武卫的一名大人，因是周银之无疑，这银票就是对方给的买信钱。那这倒是对上了，我们遍寻不到的东西，偏偏跑到他手里边去了。他想方设法的筹钱，借周银之之手买下了此信。到底还是年轻啊，不知人心险恶。这次要不是你出手，不知道那些逆党还会做出什么事情。好一个宁儿啊！你笑什么呢？你自己看看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还说宁儿不知人心险恶，我看他早就把你我2人算计进去，借着我们之手除掉后患呢。这是何意啊？先是故意拿着焦安到幽篁馆来卖，引我们怀疑他真的出了事儿。若非是他同游方莹叮嘱过，按游方莹那死忠的性子，如何能被你问出话来？还有周银之的行踪，刀琴剑书的行动，这桩桩件件，恐怕都在他的算计之中。暂且不说这么短的时间能不能凑齐这5万两银票，谁知道这帮歹人会不会拿着信再去卖给别人啊？所以，我们绝不能放他们离开京城，必要绝了后患才行。
我已经挑了兴魏中跟我过过命最靠谱的兄弟了。可若要将这帮人斩草除根的话，肯定免不了一场恶仗。这动静要闹大了，闹到国公那儿。上次我们从尤加纳诈来的钱还有些剩余，你先拿给这个人，放他回去，跟他说3日之内我会筹措剩下的钱给他。至于斩草除根之事，我倒是有个主意，或许可以让别人替我们办了此事。不是，她一个闺阁女儿，能有这么厉害？厉不厉害？明日一问便知。剑叔，明早去江府，叫他来学琴。是。还有，宫一城那几个手下尽快解决。眼下通州之计在即，最要紧的是让燕家安全出京。届时，他们就算有通天的手段，也难掀波澜。周大人送了什么东西来，竟让姑娘如此伤心？一封人人都想得到的东西。行了，你下去吧，明日还要一早出府呢。是。相告定妃下落，让吾与其相见。当年之乱，吾回京已晚，定妃为人所迫，妻皇父死，此时亦困顿佳节之死。吾与阁下道不同，本不相为谋。然阁下今以定妃未死之事相诱，又言当年之案还有内情，望如实相告一切。如此，阁下信中所提将金陵之众编入军中一事，或可议之。难怪逆党会觉得这下半封信捏着燕家的命脉。燕侯爷为了稳住平南王，追问薛定妃的下落，竟在信中写了些假意周旋之语。若是旁人看着，恐怕的确会被当作勾结逆党的铁证。不过，就薛定妃那德行，燕侯爷若见了，怕是会觉得还不如不找吧。见过皇后娘娘。啊，这是娘娘啊！你是什么东西？谁准你用那种眼神盯着本宫？娘娘息怒，微臣刚刚远远瞧着，以为是天上的仙女下凡，是以多瞧了几眼。本以为微臣的妹妹已是绝色了，想不到世间竟还有皇后娘娘这样的女子。哼！住口！竟敢如此冒犯娘娘！皇后娘娘恕罪。这位是定国公家刚寻回来的世子，今儿个圣上刚刚恩赐了世子官职，还请皇后娘娘网开一面，饶过他这一次吧。原来是薛贵妃的兄长，果然是一门子亲戚，没教养的东西。娘娘所言极是，这薛家满门上下，真没一个好东西。她是从哪里被找回来的？江雪宁啊，江雪宁，上一次除了当皇后，你还记得些什么？罢了，再过1-2年，那薛定妃自然就会回来。这一次燕侯爷还在世，总会有相见之时。小哥，我家姑娘求见谢少时，还请您通禀一声。见过先生。信呢？这么紧要的东西，自然不会带在身上了。那你来做什么？学生担心先生有话要问，一大早便赶来了。先生连杯茶都不招待吗？我看你想要的不是茶，是这焦安5万两银票，
还有那逆党的永绝后患吧。宁儿，你果真有本事啊！这本事也都是同先生学的，也好让先生尝尝被人蒙在鼓里的滋味。那半封信事关重大，不是你可以拿来赌气的儿戏。此番若是你计划落空了，亦或是逆党还有后招呢？届时燕家怎么办？宁儿，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话，你都忘了是吗？所以我才故意让你知道的嘛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是神仙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料到。如果有万一呢？这一次是我轻率了，也是我利用了你，我向你赔罪。可是先生，有些话你也忘了。你我曾经说好要相互信任，互通有无的。上次的事情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你还想如何？学生希望先生从今往后事前有商量，事后有交代。你就不怕知道越多，死得越快？我若是怕死，便不会与先生同路这么久了。答应你也可以，赶紧把信给我。其实那封信学生自己处理也行。好，我拿给你。从今往后，你若再这么胆大包天，行些阳奉阴违的事，学生明白，学生谨记先生教诲。那就多谢先生，学生先回去了。是你能看见什么我看不见的？我实在是不明白，这江雪宁既不恭顺又不温柔，牙尖嘴利，尖酸刻薄，整日就知道给先生添麻烦。先生到底为何对他与众不同啊？你呀，到底还是太嫩了些。哎，这人啊，他都是有一定极限的。你想啊，谢居安从小经历了那么多惨绝人寰之事，现在又背负了那么多秘密，还每天过着刀口上舔血的日子。哎呀，谢居安背负了太多了。先生若是需要倾诉，我不行吗？再不济刀秦那个闷葫芦也成啊。你，哎，你我皆不行，敬畏太重。可这江雪宁则不同，她呢，虽然年岁不大，但是与她势均力敌。他们二人啊，都是看起来冷性，实则都是重情义之人，既相克又相惜。或许啊，这谢居安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对金二姑娘到底是什么感情，但是你看着，终究有一日，他们俩一定会走到一起。这个谢薇，每次遇上燕家之事，反应都奇奇怪怪的。果然，当年的传闻并非是完整的真相。燕侯爷知此消息，却不曾告诉薛家。难不成害薛定妃的也有薛家之人？当年谢薇燕灵杀入皇城，屠尽薛氏满门。若燕灵是为父亲和姑母报仇，那谢薇在此事中扮演的是何角色？他人呢？放下信便走了，定是害怕先生责罚，不敢来见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
太子殿下，我娘说了，男人有泪不轻弹，不能哭的。你懂什么？外面都是叛军，他们会杀了我们的。你干什么？这是我舅父从边关带来的虎头鞋。我舅父说了，能打老虎的都是英雄。殿下和我一人采一只，这样咱们就都不怕了。娘娘，他连7岁的生辰都还未过。我儿是君，他是臣，臣为君死，天经地义。就凭尊卑有礼，贵贱不等。